10年之后还像说我们50岁60岁的人亲自去海外跑，去海外开拓市场，我认为就是我们出海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出海或者他自己叫全球化比较容易，是因为有无数的人去到美国留学工作，然后当美国企业要进行全球化扩张的时候，派相应的国家回他的母国就帮助他而已。那你会发现中国就很难啊，你看我们很多人50、60岁了还去到海外，语言也不熟，出个海关都很难。如果理想化的状况应该是不是在上海，我招着印尼的留学生又很优秀，在我公司培养3、5年，我再派他回印尼是不是容易多了？但现在不是，是因为找不着好的印尼的人才，只能自己上。当然人家美国80、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真的比我们就容易多了。每次公司来中国，他第一批可能派中国香港的人过来，但到后来就派大陆在美国留学的人回到上海帮他管理中国的业务。你哪怕是个美国白人，你90年代来到中国，你从零开始去建立公司也很为难的呀，你也不知道怎么搞，最合适就是派中国人回去建公司嘛。但我们现在不是啊，所以我们应该要通过反向出海，把海外的资源带过来，让他们未来成为中国在海外合作伙伴，加深对中国的理解，甚至把海外未来年轻一代带过来，让他们在中国企业工作。当然这个不容易，因为这个两边有个问题，就是以前海外来中国的留学生很多人素质不行，因为之前的留学生啊，世界各个国家最精英的人都去美国留学了，差一点的去欧洲。来我们中国的留学很多人可能是第3级的，很多人都是拿了中国的奖学金来中国玩4年，什么都没学到。去年开始这个迹象开始好转，就是很多欧美的一些年轻人都来中国留学，因为我自己圈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小朋友。我去年的时候去了趟北京，就有在清华读本科的，在人大读本科的外国学生，他们反馈告诉我，从他们那一届开始，他们的班上的外国学生就多了。比如人大的这个是个德国同学，他们班上他说我们上一届只有16个学生，但我们这届有26个学生，多10个，然后基本上都是来自全球各地。所以我当时在想，其实有蛮多年轻的海外的优秀的人已经来中国留学了，如果把他们聚拢起来，给他们一些培训，这是绝对好的机会。如果说我们10年之后还像今天这么出海，我是觉得就说明我们事情没干好。10年之后还像说我们50岁60岁的人亲自去海外跑，去海外开拓市场，我认为就是我们出海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如果10年之后我们越来越多的企业是把他们在中国培养的外国人才派回相应的国家帮他们开拓业务，就像美国当年的全球化一样，我认为这样就意味着我们新出海做好了。